加这4样，猪肚鸡汤味道、营养、功效都非比寻常，汤色奶白，浓香醇厚，鲜美无比，毫无腥味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，今天给大家分享健脾养胃、滋阴壮阳的4神猪肚鸡汤的做法。腰膝酸软、浑身无力、失眠多梦、胃不好的朋友一定要多喝。首先教您猪肚的3步清洗法，任何人都能把猪肚清洗得很干净。第一步，我们把买回来的新鲜猪肚先用温水冲洗几遍，去除一部分血水和污渍，以及少量的粘液。这些粘液水很难冲掉，我们要采用第2步方法。接着把猪肚放入个大盘里面，朝盘中加入3勺量的白醋，用来去腥去油，然后加入1大勺的普通面粉或者玉米面，然后用手不停地抓揉，最好戴个手套，避免粘液腐蚀刺激皮肤，因为它主要是消化酶和粘液，可以简单理解为猪肚胃酸，没有什么技巧，就这样不停地抓，让面粉形成糊状，可以吸附油脂和粘液。抓好一面后，我们还需要把猪肚翻过来，继续抓另外一面。大厨，猪肚哪一面是正面，哪一面是反面呢？先前的那一面是反面，表面特别光滑，颜色比较深，而且不均匀，没有任何肥油，都是褶皱，就是猪肚的内壁。粘液特别多，主要是胃液，也是我们清洗的重点。而我们翻过来之后，这种很多肥油的是外面，它们都特别的腥，有非常浓郁的猪内脏的气味，无论如何清洗都会有怪味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把它们去除干净。接下来用清水把猪肚冲洗一遍，把面糊都洗掉，才方便下一步处理。清洗过的猪肚放在案板上，这些肥油用剪刀反而不好剪，因为它们特别软特别滑，用手直接撕反而特别容易，不需要太用力，直接可以拉下来，不会影响到猪肚。这些肥油差不多占了1半的重量，但是直接撕不可能清除得很干净，多多少少都会有残留，这些肥油比较小，才方便用剪刀剪掉。总而言之，尽量的处理干净，稍微有一些不好处理的肥油可以后期煮熟后再用手抠掉，处理成这样就可以了，基本上看不到肥油了。下面就是第3步了，我们把猪肚重新放入大盘里面，还是加入适量的白醋和1大勺面粉，把猪肚的正反面抓揉一会儿，再冲洗干净。一般而言，总共重复个3遍就可以了。如果用玉米面进行抓揉的话，因为玉米面比较粗糙，有颗粒感，它的效果要比面粉抓揉好那么一点。再一次冲洗干净后，基本上就没什么异味了。这个时候的猪肚可以处理后再生炒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煲汤，为了汤色更纯更白，所以我们还是焯个水。下一步，把清洗干净的猪肚直接放入锅里面，再加入多点的清水没过它们。这个水量一定要多一点，因为猪肚煮熟后会卷起来，变成水糊的样子。加完水之后，然后加入多一点的葱段、多一点的姜片和1大勺的料酒，开中小火慢慢煮沸。虽然费时一点，但是去腥效果更好。因为猪肚会浮在水面上，所以需要我们用筷子按压一下，并把它们翻个面，加热到80度左右。最好把猪肚整体翻个面，让内壁朝外面，能够更好的去除残余的粘液。高温会让粘液变性，从而形成浮沫。水开后用漏勺撇去浮沫，尽量撇除干净一点。撇除干净后再煮3到5分钟，更加彻底的去除粘液和腥味。煮好后用漏勺把猪肚捞出来，再把它们放入温水中浸泡一下，接着用流动的温水把猪肚冲洗干净。一定要仔细的清洗干净表面的浮沫，这些浮沫特别腥，而且久煮一定会发黑，从而影响汤色。清洗干净后，把猪肚放在案板上。第一步，先把喷门部分的白色的物质给刮掉，这些白色的物质也特别腥。处理完毕后，再横刀把猪肚破开，再把残余的肥油去除干净，再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条，切的宽度看个人喜好。全部切好后，先放入盘中备用。下一步，准备半只新鲜的老母鸡，还是先把它们清洗一下。这种老母鸡肉质比较老，肚子里面全是黄油，特别耐煮。清洗干净后，可以直接煲汤，也可以焯个水，这个主要看个人习惯。我一般更喜欢焯个水，还是把鸡块冷水下锅，然后加入姜片、葱段和料酒，开始焯水。水开后撇去浮沫，再煮3分钟，然后捞出来，还是用温水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后沥水备用。配料方面准备茯苓5克，茯苓具有利水渗湿、健脾离心安神的功效。干莲子10克，莲子具有补脾止泻、固肾摄精、养心安神的功效。芡实10克，它是睡莲的种子，芡实的功效和莲子差不多，可以滋阴壮阳、治疗肾虚。把它们放入一个碗中，加入清水，先把它们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后倒出脏水，重新加入清水，最好浸泡半个小时，先把它们软化一下，方便后期煮烂。大厨，这才3样，还差1样是啥？
我们再放一点山药呢，就是4成汤了。山药去皮后容易变色，把它们清洗干净后，我们待会处理。下一步教您如何把汤煮白。猪肚一定要炒一下，才可以去腥，汤才会更白。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加入适量的植物油，油温4成左右，加入多一点姜片，放入锅里面，开中火不断的煸炒，把它们爆香。把姜片炒香后，再倒入全部的猪肚，全部下锅后调成中火，不断的煸炒，把猪肚炒干炒香，炒出内部的水汽。在油温的作用下，能够破坏腥味物质的结构，使其分解挥发，一直炒到猪肚微微发黄，能够闻到浓郁的香味，就可以加开水了。开水的量可以略微多一点。加完开水后，我们保持沸腾，不加盖，就这样煮10分钟的时间。这样做不仅可以挥发带走汤里面最后一丝腥味，还可以让汤中的脂肪发生乳化，让汤变白。具体的原理如下：汤中的油脂在剧烈的沸腾中被钻成小粒，然后被游离蛋白质包裹住，形成悬浮液。因为光线散射的原因，肉眼看上去汤就变白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让油脂分布的更均匀，喝起来味道醇厚，不会有明显的油腻感。煮任何汤变白都是这个原理。煮到5分钟的时候，汤的颜色就已经白了，油脂越多，白得越快。我们加入适量的白胡椒粒，还是不加盖，再煮5分钟，挥发掉白胡椒的异味。5分钟后，汤的颜色变得像牛奶一样。我们再加入全部沥干水分的鸡块，全部加入之后，我们还需要补充适量的开水，这也是唯一一次补充水分的机会，所以一定要尽量加够。这个时候加开水不会影响汤的味道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炖很久。如果鸡块不焯水直接放进去，还需要多一步撇去浮沫。加好水之后，接着把莲子、茯苓、芡实也放进来，就可以盖上盖子焖煮了。大厨，这个汤一般要炖多久呀？如果你想要吃软烂一点的话呢，就炖2个小时。一般而言的话呢，炖1个半小时就可以了。如果用高压锅压20到30分钟，大约还剩10分钟的时候，把清洗干净的山药用刮刀刮去外皮，一定要戴上手套，因为山药的粘液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过敏。全部去皮后，先用刀把山药的2头氧化的部分切掉一点，一边切一边根据实际情况把山药改刀切成小段。全部切好后，时间也到了，我们打开盖子，把山药全部放进去，盖上盖子，先煮15分钟，把它们煮熟煮断生。15分钟后打开盖子，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即可，其他任何调味品都不用加了，鲜味来自于食物本身。再煮15分钟，不管您炖什么汤，都要最后加盐。提前加盐的话，会让肉类的蛋白质变性，导致鲜味出不来。一定要把食物炖烂之后再加盐，这个时候加盐，肉也会有味道。好了，时间到，汤就煮好了，芡实和莲子都已经煮烂了，都煮开花了，山药也特别粉烂，就可以起锅装盘了。一道特别滋补的4神猪肚鸡汤就完成了，特别的香，味道醇厚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也没有任何异味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